后妈马上要生2胎，为了腾出婴儿房，她打包了我的东西扔在门口。你房间通风好，我儿子出生后要住你的房间。你爸说了，让你出去租房住。他们还不知道这套房的房主是我。当天下午，我直接以8折市场价把这套房给卖了。没多久，你擅自出卖老爷子的房产，我们已经报警了，你就等着坐牢吧，贱人！请问是许可欣女士吗？麻烦你来一趟。你个没人要的赔钱货，你凭什么卖我家房子？同志，我后妈想杀我！贱东西，你把房子还给我，否则我弄死你！同志，我后妈当着您的面恐吓威胁我，刚才还打算掐死我。是他偷卖我家房子，我妈才会气成这样。许可欣骗走我家上百万。在来警局之前，我已经准备好各种经过公证的材料，以及爷爷当初录下的视频。同志，我后妈住的明明是我的房子，她还要把我赶出去。既然我不住那里了，直接卖掉房子也没问题吧？这房子我们不卖，这地段以后还要升值呢。既然是许可欣构成诈骗，就让他把钱给人家退回去。不好意思，我的房子我想买就买。这房子怎么会在许可欣的名下？是朱先生生前合法赠与。大家快来看啊！物业收取好处，和我妓女联合起来欺负孕妇。朱雨瞻好歹也在上大学。王平月和朱雨瞻恨不得撕了我，却被警察以辱警、袭警的罪名强制拘留。离开那个恶心的家，我发现住在酒店比在家里更惬意。为了庆祝王平月无家可归，我点了份豪华寿司外卖。正准备吃外卖的时候，我爸许建阳开始不停给我打电话、发短信。混账东西，你连爷爷留下的房子也敢卖，赶紧把卖房子的钱退了，把平月和小娟从警局保释出来，这件事我就不再追究。我就像看笑话一样，反手订了和闺蜜一起去厦门旅游的机票，然后直接关机。我和闺蜜到厦门旅游的第3天，我被网暴了。这三儿真不要脸，仗着自己是孕妇在网上卖惨，反咬你是恶毒白眼狼。王平月痛失一套房，他会作妖在我预料之内。当年我爸和我妈离婚之后，他虽然住在我家，我爸却没打算娶她。当年父母离婚后，王平月为了逼迫父亲领证，在家里闹自杀，跑去单位大闹的种种手段，闹得我爸终于受不了，才和他领了证。深知为了这套房，王平月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他闹他的，我们继续旅游。王平月说要每天开直播记录去你公司找你，还要去法院起诉你的全过程。可惜我担心他这样做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还有生活。放心吧，他们的影响只是暂时的。我上班的公司是一家很有潜力的游戏公司，如果王平月去公司闹的话，宋余泽很有可能会辞退我。我已经交代过保安，明天你后妈进不了公司写字楼，好好散心。看来核心老员工还不是那么容易被开除的，谢谢学长。第2天，海岛的天气依旧很好。王平月现在碰瓷同志，说害他差点流产，就连那名同志也被他网暴了。不过我已经拿到他碰瓷的视频证据。没想到我老板都看不惯王平月的所作所为，替我保留了他诬陷保安的证据。宋一泽没有直接将视频证据放到网上，而是反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放。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宋玉泽很沉住气，他现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在王平月碰瓷保安，就算有视频证明是他先撞到保安身上去，网友们也会觉得他这个孕妇可怜，是太激动才撞上去的。归根垫底，还是我太恶毒。先不急，我爸发了无数消息说要和我断绝父女关系，等我回去见过他之后再说。一直以来我在公司都表现自信从容，但大学的时候宋玉泽就知道我家里的情况。他甚至有一次爷爷在失去记忆偷跑出养老院后，还是宋余泽摆脱他摄影俱乐部的朋友利用无人机找到的爷爷。宋余泽没有表现出半点对我的同情。在我便宜卖房的时候，我已经将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买家，买家能够直接付款买房。据他说，这房子是买来投资的，不打算住人。原本打算赖在那套房子里不走，打算断水断电断气，让他什么时候忍受不了了自行搬走。结果他去一闹，人被拘留，正好给买家清空家里的东西换门锁的机会。等第2天我爸赶回来的时候，家里的东西已经被扔在小区门口。担心王平月诬陷东西少了，买家还特意拍了视频。保安，他欺负我这个孕妇，许可欣，你好恶毒！但我一眼就看出他化了妆。王平月小在农村长大，常年干农活的关系，皮肤被晒成了小麦色。现在视频里他脸上的苍白和他脖子的肤色相差至少5个色点，只是网友们都在关注他卖惨，根本没有注意到。而我在厦门酒店里拿着手机看着直播画面，我的目光转而落在他无名指上。宝兴，那枚红宝石戒指是奶奶留给你的遗物，当初你爸说你年纪还小，他替你先收着。要是他们欺负你，除了房子之外，
那枚戒指你也得要回来。旅游结束，我在登机之前给许建阳发了条消息，约了隔天见面的时间地点。可心，那小三肯定会到时候开直播，你一定要做好准备。这一点我也有考虑到，我约的见面地点是我常去的一家咖啡厅，也是宋玉泽大学时期的铁哥们儿开的。咖啡厅老板每次都会看在老板的面子上给我打8折。原本以为王平月和朱雨琼只是会提前准备一些算计我的小伎俩，之前他碰瓷保安，在网上博得流量，这么好用的技术，他一定会用到我身上。王平月肯定会提前查看咖啡店的环境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当天晚上是去了一趟咖啡店，没错，和他一起去的人却不是许建阳。照片牢上男人正握着王平月的手，两人看上去很是亲密。咖啡店里有监控，却无法听到两人谈话的声音。我拜托咖啡店老板将手机调成录音模式，放进玩偶中，随即让服务员放到隔壁座当装饰。半小时后，他们离开了咖啡店。我收到了老板发来的音频，音频里两人的对话震碎三观。我本想让许建阳替我们养2胎，没想到竟被医生检测出是死胎，所以我提前将许可欣扫地出门，想要霸占那套房。没想到许老爷子早就把房子赠予给了许可欣，现在我只能利用网络上的舆论，让许可欣被网暴，等他活不下去的时候，自然会把房子还给我。这些年伺候在许建阳身边，辛苦你了。等我们拿到这套房，到时候我再找2个女的。听完这信息量极大的录音，除了震惊之余，我竟觉得可笑。当年我爸出轨王平月，很有可能就是被王平月和她前夫算计进去。既然王平月肚子里怀的是死胎，那么他们今天去咖啡店考察地形，就是为明天诬陷我害她流产我做准备。王平月他们提前半小时就在咖啡店里等着。王平月已经开始直播，他应该是在想，到时候我和他产生争执，他故意来碰瓷我，然后撞上桌角流产。大概王平月1分钟也不想多等。你人呢？怎么还没来？昨晚吃错东西拉肚子，今天来不了了。许可欣，你耍我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来，我就去养老院找老爷子说理。爸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对，是我的意思。既然他也想利用爷爷逼我出现，那接下来的事都算他这绿帽王活该。王平月想利用我碰瓷流产，做梦！都是因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才会让可心容不下我们。可惜现在我打掉这孩子，求求你把房子买回来，也别和你爸再赌气了。我没有丝毫动作，就这么静静看着王平月在我面前演戏。许可欣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。我妈这些年对你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，你竟然用房子威胁我妈，如果我妈不打掉2胎，你就卖了房子。朱雨坚这反应挺快的，王平月碰瓷没成功，王平月立即改变战术。朱雨坚没有阻止王平月继续打肚子，而是找新的理由诬陷我。看样子朱雨坚其实知道王平月肚子里怀的是死胎，甚至有可能他知道这孩子不是许建阳的，是他亲生父亲的。现在最在意王平月腹中孩子的人是许建阳。平月别伤害自己，今天我一定让这畜生把房子给重新买回来。许建阳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仅要和你断绝关系，我还要拿回我奶奶给我的戒指。这是爸留给我和建阳的结婚礼物。你到底心有多黑？为逼我打掉2胎，让我露宿街头。现在你连我的结婚戒指都要抢！老婆，妈，看来王平月这是在装流产。为什么说她是装的？那是因为许建阳在抱起王平月的时候，王平月的手还会下意识去扣住许建阳的肩膀。平月母子有什么3长2短？我要你许可欣偿命！许可欣同学，这是你学长帮你点的。王平月闹这一出，我怕是在网上已经被骂成筛子。咖啡店老板发音频过来的时候，曾问了我一句，他能不能八卦听听看。我满足了他的好奇心，所以他知道我并不害怕网暴，反而王平月很快就会被打脸。咖啡店的玻璃窗外车流穿行，阳光照进来，落在桌面上，看似平静，可网络上的风暴已经在另一端迅速发酵。王平月被送去医院还不到1小时，朱雨婉就开直播对着网友一阵干嚎，都是因为许可欣我妈才流产的，我要许可可家房子还我弟弟的命。一时之间，网络上铺天盖地是对我的谩骂声。朱雨婉又私下给我发来消息，我妈说了，你把房子还回来，我们会停止在网上继续曝光你的恶毒。许可欣，我们接到你妈电话，你公然辱骂诽谤他人，并且导致他人流产，现在涉嫌诽谤罪，请你来一趟。接到电话，我突然有些感谢王平月，给了我报复他的新思路。我原本只是想在网上打他脸，现在他告我诽谤，我完全可以走他的套路，送他去坐牢。你现在去把房子买回来，我就不告你诽谤。直播的时候，全国观众都是我的证人，你跑不了。以我对王平月的了解，没等到我的退让害怕，反而被我直接无视，
王平月现在应该是躺在病床上，气得想要砸手机。我直接提交了40多年前爷爷购买红宝石戒指的收据，以及奶奶去世时经过公证的遗嘱。遗嘱里面就有提到将这枚红宝石戒指是赠予给我的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将王平月和她前夫在咖啡店里商议的视频音频交给了警方。同志，现在这件事让我在网上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网暴，我要反过来告王平月诽谤，并且希望你们在调查清楚之后，能够在网上出一个公告，让我得以恢复正常生活。原来这次接待我的，正好还是上一次处理王平月撒泼闹事的同一个人。放心吧，上次王平月在警局撒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问题大的，没想到竟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。我们会先把王平月前夫传唤回来问话，如果情况属实，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离开警局后，并没有掉以轻心。之前王平月和许建阳用爷爷威胁我，现在如果他们知道我没坐牢，必定会再度把注意打在爷爷身上。你好，我是许可欣，我爷爷呢？你爷爷已经被家属接走了。这一夜，真正的危险终于来了。一股寒气猛地从我脚底窜起，寒意像毒蛇一样顺着血液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，那一瞬间发冷，连呼吸都变得发紧。小许，没想到你老公长得这么帅，一看就是企业精英。什么老公？宋宇泽不是你老公吗？他还给我看了你们抱在一起的合照。护工阿姨，你能跟我说说这张照片吗？那张照片应该是圣诞节拍的，背景里还有圣诞树，你当时看起来像是喝醉了。圣诞节，当时我喝得酩酊把醉，脚步虚浮轻飘飘，完全失去了平衡感。在意识断片即将倒下的前一刻，我记得自己紧紧抱住了一个暖乎乎的圣诞树。一棵圣诞树怎么会像暖手宝一样温暖？我下意识转头看向车厢外飞速掠过的风景，内心尴尬到极致，脚趾都忍不住蜷缩起来，仿佛要在地上抠出3室2厅。直到此刻，我才猛然反应过来，当初自己抱着的根本不是圣诞树，而是宋玉泽。我站在宋玉泽公寓的门口，内心纠结万分，手指轻轻放在门铃按钮上，却犹豫了许久，始终没有勇气按下去。和他平时的霸总形象不同，现在宋玉泽秒变居家暖男。这不是学校里的小黄？我和学长虽然是在学生会认识的，但彻底熟悉起来却是因为投喂小黄这只小土猫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也曾想过将小黄带回家养。王平月在得知我的想法后，扬言说要我敢把野猫带回来，他就敢把猫卖了。当时宋玉泽在下面留言，已经替我找到收养的爱心人士。我没想到这爱心人士竟然是宋玉泽自己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先进来吃饭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先进来吃饭。我家孙女婿很快就弄好晚饭了。今天要带走爷爷，情急之下只能找个借口。谢谢你提前把爷爷接走，否则爷爷一定会被虐待。我被逼着卖房。想谢我的话，就赏脸把这些菜吃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孙女婿，你做的这一桌菜都是宝兴喜欢吃的，宝兴嫁给你，我就不担心了。啊，我吃好了，我去收拾一下。哎呀，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，该考虑考虑终身大事了。住酒店不方便照顾爷爷，就让爷爷先住我家。我已经预约好护工，明天上门照顾爷爷。学长，请护工还有住宿的钱，你可以从我工资里扣。你先答应我嘛。到时候再说。我爸给你熬了汤，你带上。以前在公司，他也总是这样照顾我。趁热吃。又是我喜欢吃的，
原来他对我的好从来都不普通。这样一个孩子也都知道我们缺见，我一直都想要一个和我丈夫的孩子，哪怕我是一个高龄主妇。我和建阳结婚多年，想要孩子，冒高龄风险也要生下。许可欣恶毒，不给我孩子活路，连我和他父亲都不放过。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王平月这波节奏带下来，下面评论全是用最脏的字眼骂我的。许建阳痛失代子，是时候放出第一条音频了。我将王平月和他前夫的音频剪辑成3部分，我用新注册的小号先放出王平月诬陷我的内容。没想到徐老爷子把房子给了于可欣。除了音频之外，我还截图晒出王平月化妆卖惨的细节证据，以及我爷爷将房子赠运给我的公证书。直播不到1小时，网友大规模倒戈，辱骂声全部转向王平月，舆论彻底反转，风向完全改变。许可欣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狗东西，害死我的孩子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王平月的反应在我意料之内，我发这条微博不过是让网友们觉得我宽宏大量，有想过放他一马，只是他执迷不悟。而随后我又放出音频，是王平月和前夫勾搭在一起，孩子也是前夫的，因为还没放视频的关系，我爸也不知情。在许建阳出轨王平月并将爷爷送去养老院后，我就没当他是我。不管许建阳现在说再恶毒的语言都伤害不了我，他不配，我反而像看笑话一样看着许建阳即将成为网上第一绿帽侠，随即将王平月和他前夫在咖啡厅的视频，他碰瓷保安以及在警局抓揽警察的视频通通发了出去。为了稳定看到王平月的情绪，王平月是从农村出来，并且年纪大了，对互联网并不了解，开直播连忙肯定朱雨娟的主意。音频是许可欣伪造的，现在他竟然还用 AI 换脸技术伪造视频。我是刚流产的孕妇，你们不能招待着我！第二天我醒来，竟已经快到中午。许建阳给我打这么多电话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被绿的大冤种。王平月被拘留后不到10天，整件事的热度基本已经降下去。这段时间里，我难得拥有了一段被迫停下来的空白时光。收到地址的时候，原本只是随意低头扫了一眼，可下一秒，目光却像被定在屏幕上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当我拿到宋玉泽发来的出租房地址，我整个人傻了。这是智能化小区，房间里有各种智能化设备以及监控报警系统。小区隔壁就是医院，更能保障爷爷接下来的生活。夜幕降临后，屋里又亮起暖色灯光，饭菜香味从隔壁飘来，像是把人从纷乱现实里一点点拽回到生活。晚上，宋玉泽又亲自做了饭菜，饭桌上灯光柔和，菜色热腾腾的摆了一桌，爷爷坐在一旁，神情比谁都满足。你们什么时候要娃娃？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停住了1秒，热气腾腾的饭桌上，我的脸腾地烧了起来，连耳根都跟着发烫。我只想钻到桌下去。相比我满脸通红，恨不得原地消失的窘迫，宋叶泽却显得从容自然。爷爷，这种事不急。这句话一落下，我手里的动作猛地一乱，我差点被一口鸡汤呛死。是啊，多吃点。我打算明天回公司上班。你准备好了就行。宋玉泽之所以这么说，那是因为这段时间许建阳每天都会在公司楼下等我出现。我不可能因为许建阳一辈子不去上班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出现在公司楼下，果然被许建阳拦了下来。许可欣，要不是你当初卖了房子，我就不会弄成现在这样。这一瞬间，腹部传来一阵剧痛，混乱中，我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猛地冲过来，带着从未有过的失控和惊慌，世界开始剧烈摇晃，视线也一点点模糊。可即使在这样的混乱，我还是看清了宋玉泽的那张一向冷静沉稳的脸，此刻竟褪尽血色，白得吓人。眼底满是压不住的惊慌与害怕，他抱着我跟疯了一样跑去医院。王星，你醒醒！妈妈，你回国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眼前的女人依旧带着那种熟悉的温柔和明朗，只是比记忆中更显疲惫。虽然风韵犹存，可鬓角却悄悄多出了不少白发，一看就是搞研究给累的。那些年，她远在科研里，更多时候只停留在一封封邮件上。她很少上网，更不会关注那些铺天盖地的网络八卦。一切的错都是许建阳造成的。我虽然被许建阳捅了一刀，好在并未伤到要害，并且送医及时，只是失血过多而已。我住院的这段期间，妈妈告诉我，许建阳在捅伤我之前，他将王平月从监狱中保释了出来，并且给王平月和朱雨君的饮料中掺了百草枯。许建阳在郊区猪圈被抓，最终被关起来了，得到报应，大快人心。妈妈合约到期回国，大厂天价聘请她参与芯片研发，事业顺利。
妈妈不再离开，定居下来，住在许可欣与爷爷隔壁，朝夕相伴。他结束了漂泊和高压，终于可以留下来。于是他没有再离开，而是自然地融进了我和爷爷如今的生活里。爷爷的记忆依旧时好时坏，很多时候连我都认不出来，总把我当成是照顾他的护工。可偏偏在见到妈妈时，他却像穿透了漫长的岁月，一下子回到了从前。混账东西，对不起你。这些我早就不在意了。2个月后，25岁生日。妈妈生日快乐，祝妈生日快乐 ，I love you。2个月后是我25岁的生日，妈妈竟然拿出2本房本当做生日礼物送给我。她不仅买下了我们现在租的房子，就连之前被我卖掉的老房子也是她拜托人买下来的。妈妈搞科研，竟然能富到这种程度。股权转让书竟是宋玉泽公司51%股份，神秘投资人就是妈妈。学长，之前你说有神秘人投资你的公司，你才能起步，这个神秘人竟然是我妈！我操，难怪我在受伤之后，我妈能及时赶回来。原本是宋玉泽跟我妈通风报信，难怪我还没毕业，宋玉泽就邀请我进他公司。是宋玉伟喜欢你，我才投资他的。许可欣失落的瞬间消散。他错愕地抬起头，对上了宋玉泽深情的目光。那一刻，他的脸颊不受控制地发烫。宋玉泽的眼神里藏着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爱意。许可欣只觉得心跳加速，羞涩地垂下了眼眸。你的愿望我都会实现。大3的时候，我喜欢上一个女生，那时候我还只是个背着理想和压力往前冲的学生。为了一个准备了大半年的游戏方案，我几乎压上了全部的热情和希望。可现实并没有给我想要的结果。我爸的肾病现在还能靠透析支撑，但再过1年病情恶化就必须换肾。如果游戏融资成功，明年爸换肾手术需要的费用也就有了。但我却没能成功。我记得那天坐在学校外的花坛上喝了很多酒，突然有个人递了一个一次性餐盒过来，里面装的是还冒着热气的红糖糍粑。吃完红糖糍粑，就算心里再苦，也有了力气为了甜而继续努力。这是我妈对我说的话，现在也把这句话送给你。暖黄灯光柔柔照在她身上，半醉半醒间，我口中的红糖糍粑渐渐压下苦涩，而她的笑比头顶的繁星还要亮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不自觉地留意她，想知道她更多的样子，想靠近她更多一点。渐渐的，我发现自己会下意识想要了解更多。知道他喜欢喂流浪猫，我也就买了猫粮。在喂流浪猫的时候和他偶遇。许可欣每条微博都为宋玉泽打气，成为他坚持下去的动力。他的关注细小又真诚，像一点一点落进生活里的光，让人无法不在意。而真正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转机，却在大4那年，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到来。在我大4的时候，我没想到我的事业迎来转机，竟然是因为许可欣的妈妈。当时我在微博上收到一条私信，也正是从那一刻起，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，原来我喜欢的人也同样把我放在了心上。没错，我竟然是因为他的妈妈才反应过来，他其实也喜欢我。许可欣妈妈发来的语音说：“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很清楚，人不负他的话，不妨和我赌一把。”我完全没想到许可欣的妈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我没想到许可欣的妈妈会投资我的游戏，并且持股51%。按照她的话来说，她因为亏欠女儿，所以想给女儿最幸福的未来。如果我今后辜负许可欣，她就用这51%的股份踢我出去；如果我没有，那就是双赢。想也没想就选择了同意了。后来游戏发行后很受欢迎，我爸也因此换肾成功，身体恢复健康。可欣在毕业后也顺利被我骗进公司，成了公司高管。他不知道其实整个公司都是他的，看似一切顺风顺水。但有一件事一直令我很苦恼，那就是要求等许可欣妈妈完成协议回国后，我才能向可欣表白。我原以为只要再等等，就能等到合适的时机。一切阴霾散尽，25岁生日这天，终于成为许可欣男友。可欣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准备好5000万，不然你们公司的老底我都给扒出来。趁热吃。你的大礼包。邮件下方附带了3张图片，是公司即将发布的新游戏核心代码，旁边并排贴着另一组代码，2组代码相似度高达90%。图片底部有一个红色的时间切，时间显示在3年以前。
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代码成了抄袭者。王平月前夫是个连拼音都打不全的混混，他根本看不懂代码，更别提伪造底层时间值这种技术。对家公司这次是下了血本，他们知道在产品上打不过我们，只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拖延时间。王平月前夫只是他们手里的棋子。纳斯达的流程已经走完了，屏幕上是最终的股权确认书。你是公司51%的控股股东，只要下个月敲牌，你的身价会翻10倍。王平月前夫要5000万，他拿不到1分钱。刚才公司公用邮箱也收到了勒索邮件，他很清楚这次上市对公司意味着什么。一旦停牌，他手里的期权就会变成废纸。我看到了，附件里的代码截图我让技术部看了，怎么样？技术部说时间切是底层修改的，非常完美。如果走司法鉴定，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出结果。3个月，黄花菜都凉了。纳斯达克对知识产权非常敏感，你让技术部全体加班，把我们的原始开发日记全部备份封存。邮件看完了吗，大老板？5000万买你们上市平安。你的胃口太大。少废话，明天中午12点前钱不到账，我就把这些图发给所有游戏媒体。那些图是假的。许可星，假不假不重要，只要媒体一发，你们就得停牌接受调查，投资人会撤资，你们的心血全完蛋。你以为你能拿到钱？打到我的海外不记名账户，别想着报警，他们抓我需要时间，但你们拖不起。如果给钱，王平月前夫绝对会得寸进尺，他背后的对家公司也会拿到我们妥协的把柄。如果不给钱，明天中午舆论就会爆炸。我们必须在12点之前找到他，并且拿到他伪造证据的原始数据。除了钱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在微博上公开道歉，承认你逼死了王平月，承认你是个恶毒的白眼狼。他自己喝了白百草因，跟我没关系。许可星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正在进行反向追踪，5秒钟后，屏幕上的数据停止滚断，最终定格在一个 IP 地址上，地址下方解析出详细的物理位置。宋总，动作快点。腾越游戏给了你多少钱？我听不懂。50万定金，事成之后200万。你用的海外账户是腾越副总刘健开的。你诈我！城南废弃汽配城，地下室 B 区04号。你桌上放着一盒没吃完的泡面。你黑了我电脑。他们还有5分钟到。我现在就把代码发给媒体。你发不出去，你的电脑锁死了。你干了什么？物理断网。刘健那里有备份，12点一到，腾越会全网发布，你拦不住他们。李强解决了，腾越游戏手里还有备份。他们发不出去了。你什么时候弄的？上个月，我看了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，腾越的资金流向不对劲，他们在疯狂套现。王平月她老公的电脑已经被我锁死，管理人员马上就到。腾越那边刘健手里虽然有备份，但只要王平月她老公落网，刘健就不敢轻举妄动。你太低估他们了。刘健是个赌徒，他砸了50万定金给王平月她老公，就是为了断我们的财路。我们不上市，腾越才能活。你想怎么做？我是公司51%的控股股东，我有权决定怎么处理这次危机，把管理人员撤回来。他手里有伪造的代码截图，放走他等于放虎归山。打蛇要打7寸，管理人员抓一个王平月她老公，最多判他几年。腾越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说他是个人行为。腾越还会继续在艾地里找张强、王强搞小动作，我们的上市计划会被无限期拖延。如果现在掐死李强这条线，危机只是暂时解除。投资人和媒体依然会听到风声，只有让腾越主动把底牌打在阳光下，才能一次性把他们连根拔起。我要让他以为他赢了。给老张打电话，让技术部撤掉核心数据库的第3道防火墙。你要放刘健的人进来。对，我要让他们轻而易举地拿到他们想要的实锤。截图没有底层运行日志支撑，就是废纸。老张，撤掉第3道防火墙，让去抓王平月她前夫的人撤回来。宋总，撤防火墙，那我们的老底全露给对家了。听许可欣的，他是老板。发布会还有10分钟开始，投资人、媒体、记者已经坐满。
我真的可以吗？宋玉泽的新游戏是抄袭的。这位先生，请你把话说清楚，抄袭可是行业大忌。他们开始唱双簧了。走吧。你们的核心代码全是偷来的，我手里有完整的底层时间错证据。请问这属实吗？上市流程会终止吗？徐可欣女士，如果存在版权纠纷，我们将撤回所有的上市资金。你的证据在哪里？就在这个 U 盘里，我要你们现在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。插上。宋总，这插上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时间胚显示在3年之前，这已经是铁证了。宋总、徐总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看到了吗？时间差在3年之前，你们就是一群贼！放完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是假的！你们伪造视频！这是50万定金，事成之后200万。时间照我做的天衣无缝。你涉嫌商业敲诈与伪造证据。刘健，你涉嫌商业贿赂与不正当竞争。徐可欣，你算计我！腾跃游戏的股价跌了。5分钟前，腾跃游戏的股价还在上涨，现在线条垂直向下。徐总，请问您早就掌握了证据吗？腾跃游戏会面临起诉吗？喂，是我，情况我都知道了，我会处理的。放开我！我不要坐牢！如果不是宋玉泽的技术锁定，如果不是我们提前设局，只要他把那张伪造的代码截图发给任何一家媒体，今天站在这里身败名裂就会是我。徐可欣，你不得好死！别拍了！徐总，腾跃游戏股价暴跌，你们会发起收购吗？宋总，李强伪造证据的视频，你们是怎么拿到的？腾跃游戏涉嫌商业敲诈和不正当竞争，公司法务部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。至于证据来源，我们已经全部移交官方。上市计划会受到影响吗？纳斯达克的审核已经通过，下个月我们会准时敲击。徐总、宋总，刚才是一场误会，我代表资方表个态，我们的资金绝对不会撤回，并且我们决定追加10%的投资额度。张总，刚才你可是说要撤回所有资金。我看着张总那张堆满假笑的脸，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张总刚才的退缩是本能，现在追加投资是贪婪。如果我接受了他的追加，等于告诉所有投资人，只要有钱就能在我们公司危机解除后随时上车。我必须在这里立下规矩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51%的控股权意味着绝对的掌控。徐总，商场上讲究规避风险，
刚才那种情况，我也是为了对全体合伙人负责。我理解，但是追加的10%我们不需要。不仅不需要，原定的资金如果明天上午9点前没有打入公司对公账户，我会立刻终止和你们的合作，换新的承销商。现在排队想投我们的资本，可以从这里排到纳斯达克。这个25岁的女孩眼神里没有一丝新人的慌乱，直接切断了我的退路。我在投资圈混了20年，第一次在一个年轻女孩面前感到后背发凉，她是真的敢掀桌子。明白，明天上午9点前资金一定到账。好。老张，切画面，准备庆功宴。结束了。6个月前，你的25岁生日，我成了你的男朋友。这枚戒指是我奶奶留下的，她说要传给宋家未来的女主人。这是我当年的嫁妆，小泽这孩子认死理，他认定了你就是一辈子。今天公司扫清了所有障碍，下个月我们就要去纳斯达克敲板。你给了我51%的股份，你让我拥有了现在的全部。但我最想要的从来不是公司，是你，许可欣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好，好。我愿意。公司估值突破50亿，绝对控股权51%。纳斯达克上市倒计时30天。